朋友们，现在可以免费训练多人模型，让你可以生成在同一个画面里面多个人物角色一致的图片和影片了，并且还可以使用增强模型，让你的角色拥有前凸后翘的身材，穿特定的服装，摆出性感的姿势。先给我点点订阅，马上带你上车。打开 Shaker AI， 在首页就有许多热门的基础模型，不同的分类里面呢，也有各种 Nora 模型来增强生成图片的属性。Shaker AI 这里有许多特别适合亚洲人使用的人像模型，我体验了很多款，效果都非常惊艳。不仅是摄影人像、动漫、插画风格，还有 3D 建筑等等其他风格的模型也都质量很高，我感觉审美风格和控制功能 Shaker AI 都比一般的生成图像产品要表现得更好一些，就像是 Midjourney 和 Stable Diffusion 的完美结合版。我身边很多朋友呢也都在使用 Shaker AI 了，比如在摄影风格里面都是一些真人写实模型，这里有一个亚洲人像就非常适合我们，它会让我们生成的角色更具有亚洲面孔属性，而且 Shaker AI 它是支持中文提示词输入的。如果需要修改语言的话，就来到最下面头像这里，在设置里面拉到最底下，可以修改我们的语言。OK， 我们就点击选择这个亚洲人像的模型。可以看到模型介绍页里面的图像呢，都是非常具有亚洲属性的。来到右边，点击执行模型按钮，就会跳转到生成图像的编辑面板。后面我会详细介绍生成图像的一些参数的设置，包括会教大家基础模型和增强模型的搭配，还有它支持图像参考，比如 pose 就是角色的姿势，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姿势的图片来指定生成图像里面角色的动作。先回到首页，教大家训练自己的角色，之后再生成的图片就是同一张人脸了。点击这里的训练我的 Nora， 来到左边 Settings 设置这里。但其实我推荐大家都保持默认的设置就 OK 了。在右边我们需要上传图片，最多可以上传200张图片。关键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上传2个或者2个以上的人脸图像，同时训练多个角色。点击上传图像，把我自己的图片上传过来。可以看到我是拉了15张图片进来的，但是它这里觉得符合标准的就只有12张。点击最下面的标签按钮，它会给我每一张图片都标注上了提示词。在我们看来这个工作呢没什么用，但是在它训练模型的时候就非常有用了。它会根据不同的拍摄角度，还有我的肢体动作和服装来训练它的模型，更好的让我的角色一致。接下来需要给这个角色取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会作为以后生成角色图像的触发词。什么是触发词呢？也就是我在提示词里面输入小发喝咖啡，那就会生成我这个角色在喝咖啡。不同角色需要不同的触发词。再点击一下右边的按钮，然后点击确认。我们可以看到提示词的开头呢，就全部都是有小发了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点击图像来单独修改，在添加标签这里的输入框输入你的触发词就 OK 了，但是触发词只能一个小发，如果你新增了另外一个名字呢，你就需要把小发删掉了。 OK， 我继续点击添加图像，把第二个角色的图像导入过来，我这里呢就导入了彭于晏的图像。 OK， 点击标签让它标注一下新的图像。需要注意哦，因为它这里还是小发，那我们就需要每张图片去改一下了。彭，把小发删掉，然后把彭添加到行的最前面，这里呢就从小发改为彭了。每张图片都检查一下，每个角色对应一个名字。 OK， 全部都确认好了，再往下拉，每张图片的开头确认一下名字有没有错。这里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的图片越多的话，训练出来的角色呢就会更加的一致，但对应的图片越多，训练的时候所需要花费的积分呢也就会越多。 OK， 点击开始按钮，训练我们的2个角色模型。OK， 训练好了，它会有6个 Nora 模型让我们选择，我们就挑选最像我们角色的模型就好了。我觉得第5个和第6个都很像我的样子了，选中 Nora 06，然后点击下面的测试按钮，然后就跳转到了图片生成页面。在文本生成图片这里，我们可以输入提示词，比如小发和彭在公园里散步。
我刚刚训练的模型是含有2个角色的，一个角色的触发词就是我小发，另一个角色的触发词就是彭于晏。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里我们可以输入中文，然后来到右边 Translate into English， 它会把我们的中文转换为英文，变成了 Working in the park。下面是否定提示词，可以保持默认不变。接着往下拉，采样迭代步数建议20到30，数值越低，生成图片越快；数值越高，生成的图片越清晰。我输入25，接下来是图片的尺寸，我想生成横屏图片1080×720，然后是生成图片的数量，我先点击生成1张好了。再来到这里的 Models 模型，就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训练好的几个模型了。点击一下，虽然模型就只显示了1位角色，但其实它里面呢是包含了小发和彭2个角色的。在下面有一个滚轮的数值，最高呢可以是2。我们先来选一个中间的值1。这个比例大家可以理解为2个角色的权重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权重来生成图片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设置好模型比例，在 Models 的上面会显示出来。回到 Generation 生成设定，往下拉检查一下，可以保持默认值。OK， 来到右边点击图片生成按钮，在下面可以看到图片的生成进度。2个人很搭，衣着也很协调，不过看来比例 1.03 不太合适，因为女的不像我，男的不像彭于晏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再生成其他的场景来看看，是不是同样比例的情况下角色是一致的，这样我们用不同比例就能把控相似程度了。在露天阳台吃晚餐，背景是夕阳下的城市景色，然后把提示词转换为英文，再让他们看着镜头。 OK， 点击生成图像。 OK， 生成好了，打开图片看看，跟前面是同样角色哦，也就是 1.03 这个比例的小发和彭就长这个样子了。生成的角色一致性很好，如果想要发型也一致，只需要在提示词里面描述就好了。我们再来试试把模型比例调得高一些，看看生成的效果是怎么样。比如从1调到 1.5， 让他们在星巴克里面开会。 OK， 点击生成图片。 OK， 点开图片看看，劲爆呀！我和彭于晏在约会，比例调到 1.5 之后，生成的2个角色就更加像了，我更像我，彭于晏就更加像彭于晏。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，这个比例并不是固定的，因为每次训练的结果不固定，我和你训练用到的图片也不一样，或者训练的图片数量不同，都会影响比例所对应的结果，也就是像不像你的角色，要靠大家多试几个比例了。那我再试一下把它调到 1.8， 这次我把2个人分开描述，看他能不能理解相互关系。来个刺激一点的，小发穿着泳衣躺在沙滩椅上，彭坐在旁边喝果汁。 OK， 转换成英文，忘记了让他们看着镜头。如果我们在提示词里面没有强调的话呢，生成的图片可能就会是侧脸或者他们的背影了。 OK， 点击 Generate 生成图片。OK， 1.8 的数值就出问题了，生成了2个小发。那大家就理解了，这个数值呢最大是2，越靠近2呢，它可能就以我小发这个触发词的角色为主了。那我还是把比例改为 1.5 左右，这样的话就能成功的生成我和彭于晏的样子了。不过换一种想法，如果我想要生成双胞胎的话，是不是通过调整比例就 OK 了？可以生成很有创意的双胞胎图片。1.8 是2个小发，那 0.8 会不会是2个彭于晏呢？这个留给大家去尝试，会非常好玩。完善一下提示词，点击生成按钮，等待图片生成。哇，好像很性感。我们去度假了，不过呢，下次我会在提示词写上朋友8块腹肌，或者训练模型的时候找些脱了衣服有腹肌的图片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要角色穿性感的衣服，那就在训练上传图片的时候，尽可能多上传穿着同一件性感衣服的角色图，这样训练完成再生成图像的时候，系统它也会记住你是爱穿性感衣服的，就不需要在提示词里面特别提到了。这些也留给大家慢慢玩。大家如果想要查看生成的所有照片的话，是在最上面 Gallery 这里。回到首页，我们在模型底下找到摄影，
影片的开头我就告诉大家了，这个亚洲人像的模型特别适合我们，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生成的图像效果怎么样。点击进入了模型介绍页面，然后在右边点击执行模型，自动跳转到图片生成页面，而亚洲人像就作为了增强的 LoRa 模型，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自由的调整这个模型的权重，一般建议在 0.8 或者 0.9 的范围，而最上面的基础模型我们也可以点击来更换。在 All 的分类下面呢，就是全部的基础模型了，比如动漫风格、3D 艺术风格，还有插图风格，也可以点击 Top 查看最热门的模型。我测试下来觉得 Frost 模型在对提示词的理解上表现得非常不错，那我就选择它。OK， 退出来，再来看看下面的图片参考功能，非常的实用。点开设置，在上面呢会有很多的参考类目，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动作和姿势。左边是我导入的参考图片，右边呢是它识别出来的 pose。比如我换一张图片，当右边可以识别出来 pose 的时候呢，说明这个图片没有问题了。Similarity 就是相似度，如果你想要生成的图片尽量按照我们参考图的动作，那就把它调到最大1。再往下就是图片的尺寸，也可以选择自定，直接输入我们想要的长宽比，720×1280也就是9:16。下面是图片张数，可以生成一张，最多可以一次性生成8张。往下拉，采样迭代步数，建议在20到30的数值就 OK 了，其他设定可以保持默认。再来到下面提示词输入框这里，如果你没有任何想法，你可以参考上面 Try Prompts 的一些想法。右边点击说新，可以有更多的想法给我们参考。下面设置按钮是可以添加否定提示词，旁边的 Improve Prompt 呢就是完善提示词的意思。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呢， AI 会完善补充我们的提示词。还有一种填提示词的方法，就是来到我们刚刚 Pose 这里，点击打开，把我们上传的这张图片作为参考提示，点击这里的 Generate Prompt 生成提示词。可以看到在提示词输入框呢就自动填充了，内容就是对这张图片的描述。 OK， 可以点击下面的生成按钮等待图片生成。 OK， 图片生成好了，它的动作姿势呢都非常相似了。我们再来换一个参考图，让这个动作难度更大一些。 OK， 把下面的完善提示词功能关掉，我想让它站在舞台上。 OK， 点击生成按钮。 OK， 生成好了，按住 Ctrl 键和滑鼠滚轮呢，就可以将面板放大。它的整个动作呢，也是按照我的参考图来的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因为我用了亚洲人像的 LoRa 模型，所以它生成的图片呢，都是亚洲面孔。而且点击选中图像，来到上面 Upscale 这里呢，单击一下可以升级图像的画质，2倍最多是8倍提升 Ultra HD 超高清。点击下面的 Upscale 按钮进行图片升级。 OK， 效果很好，他的脸就有一种模特脸的感觉，跟我的提示词有关。往下拉，把图片下载下来。怎么样？不管是多人模型训练，还是不同模型搭配生成图片，通过比例都能很好的控制角色的样子和动作。目前每天还有200积分赠送，链接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，大家赶紧去试试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和看法，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和新玩法给到大家。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。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